小时候，爸爸给过我一张10元纸币当零花钱，他说是在路上捡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张纸币的背面用黑色水笔写了这么一句话：5楼有传销，救命！当时的我把钱拿给爸爸看，爸爸笑着告诉我，这钱指不定被多少人用过了，谁知道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也许写字的人早就获救了，也说不定。我当时急着买巧克力，就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因为巧克力很甜吗？不久后，电视上出现了一则新闻，一男子误入传销窝点，被打死后惨遭分尸。年少的我直勾勾地看着电视，我爸也直勾勾地看着电视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生气地冲我大喊大叫，让我别管他的事，然后就出门了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了，只觉得莫名其妙。直到过年的时候，在年夜饭上，我爸喝多了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当着亲戚们的面说出了他捡钱的事。他当时捡钱的位置就是新闻里那个传销窝点的正下方，也就是说，这张10元纸币上的字很有可能是某个误入传销的人写的，甚至有可能就是那个被分尸的人写的。他痛哭流涕，抱着酒瓶说是自己害死了那个人，全家都在安慰他，只有我站在一旁，傻愣愣的不知所措。原来我是用这样的钱去买了巧克力呀！我的意识里似乎有什么不可名状的东西觉醒了。在我之后的人生里，我总会时不时想起那张10元纸币，我会想，那张钱原本的主人现在还好吗？他当初是不是真的获救了呢？还是说这张钱真的来自于那个被分尸的男人？如果真的来自于那个人，他一定是经历了痛苦的毒打、非人的折磨后，才会在某天找到了一个机会，在钱上写下了求救的字样，然后丢出窗外的吧。他一定直到死去的那一刻都怀揣着获救的希望吧。只是他的希望就这样被我爸无视掉了。我总问自己，如果我是第一个捡到钱的人，我是不是能救下他？还是会像我爸一样忽略掉钱上的文字？这个念头如同幽灵般在我脑海中徘徊，并随着年龄的增长疯狂折磨我的神经。直到那一天，一张新的纸币出现在我面前。晚上7点左右，朋友忽然约我出来吃烧烤，几打啤酒下肚，我们都醉了。上面那一长串独白就是他酒醉后和我说的。我有些纳闷，他为什么忽然和我说这个？我向他表达我的疑惑，紧接着就看见他拿出手机给我微信上发了2张照片。朋友，今天我工作的时候发现了2张画，看上去诡异得很，本来想丢掉的，但我总觉得这2张画上好像有什么故事，我怕和当年的10元纸币一样，我怕我丢掉这2张画，这世上会有个人因为我受到伤害，我不敢给别人看，但我又想知道真相。你前段时间不是帮警察破了个阁楼的案子吗？你帮我看看，这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有些好奇，于是打开手机微信，看见了这样2张画。在看到画的一瞬间，我就产生了毛骨悚然的不适感。这是2张血画，画纸的边缘有明显的锯齿状，应该是厕纸。2张画的构图很像，表达的应该是相同的内容，只是第一张比第2张模糊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第一张没画好，所以才画了第2张一样。画上面的数字是15年3月11日，我产生的第一个联想是日期，但现在不能确定这个日期指代什么。画下面的图案是2个小人和一个方框，这样的图像组合能产生的联想就太多了。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方框里的数字110，连3岁孩子都知道这3个数字代表着什么。这2张画看上去像小孩涂鸦，可小孩子真的会在画上强调110吗？我想了好一会儿，总是没办法把线索联系起来，于是向朋友提问。点灯，这2张画是哪来的？朋友，这要从头说，我们家不是开废品回收站的吗？今天我爸拉回来一车 LED 灯泡，这2张画就是我从 LED 灯泡里拆出来的。点灯，你们家还收灯泡？那玩意值钱吗？朋友，灯泡本身不值钱，但是灯泡里面的灯珠值钱，那玩意可以提炼黄金，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回收这玩意。点灯，原来如此，有灯泡的照片吗？朋友，有。他把灯泡的照片发了过来。朋友，黄色的小方块就是灯珠，这些画是在板子后面那块区域被发现的。点灯，2张画是在同一个灯泡里被发现的。朋友，不是，这2张画是分别从2个灯泡里拆出来的，但是这2个灯泡是同款。我继续研究灯泡，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那2根红色的电线不在焊点上，是被扯断的状态。于是我指着画上的2根电线问朋友，点灯，这里的红色电线是你扯断的吗？朋友，不是，我拆开灯罩的时候它就已经断了。点灯，另一个也是吗？朋友，对。听到朋友的解释，我眉头紧锁，又向朋友询问是否还有其他的线索。朋友摇头，表示只有这些。于是我重新把关注点放回这3张照片上，这3张照片确实有几个疑点很让人在意。为什么作画的人要用写在厕纸上画画？为什么相同的构图要画2次？为什么画会从灯泡里被发现？灯泡的电线又为什么被扯断？作画的人是什么身份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将这6个问题记录在笔记本上，随即尝试推理。我花了1个小时推导，又花了半个小时求证。
在确保自己得出的答案没有明显的漏洞后，我叫醒桌子上因为等待而睡着的朋友。朋友，有结果了。点灯，有结果了。朋友，怎么样？这2张画是不是有问题？点灯，确实有问题。先说结论，作画的人被监禁了，这2张画是他的求救信。听到结论的朋友高兴地闷了口啤酒。朋友，我就知道，我看见这2张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，但是我太笨了，我说不出所以然来。点灯，朋友，你是怎么推理出来的？快跟我讲讲。点灯，先从画开始吧。朋友，好。点灯，你看这2张血画的下半部分。点灯，它们的构图是一样的，只是第2张比第1张清楚，说明画的主人不是乱画，而是故意要画成这样，他想通过这2张画传达某种信息。但是单看画的内容，联想范围太大了，但如果和110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，联想范围就缩小了很多。提到110，最容易联想到的是求救和犯罪。结合画面来看，这个方框像不像一个房间？房间外面的是坏人。朋友，那房间里面的呢？点灯，是画的主人。朋友，你的意思是有个坏人把画的主人堵在了房间里？点灯，你的表述不够正确，有一个名词可以概括这个行为，监禁。朋友，监禁。点灯，是的，监禁。接下来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演，一切就都能解释得通了。为什么作画的人要用写在册纸上画画，而不是用笔和画纸？因为画的主人被监禁了，他身边没有笔和纸，但他身边一定会有册纸，因为排泄是人类的基本需求，至少这种需求犯人是会满足的。朋友，他都能作画了，为什么不写字？点灯，可能他不认字吧。朋友，不认字。点灯，比如他是小孩子或者文盲什么的。朋友，那这个数字呢？15年3月11日指的是什么？点灯，应该是日期，也就是2015年3月11日，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个日期代表什么。朋友，那犯人为什么要监禁他？点灯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为了要赎金，或者是要复仇，再或者是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。人心是复杂的，犯罪动机同样复杂，这3张照片推演不出人心的险恶。朋友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说的这些和灯泡有什么关系？点灯，让我们回到灯泡上。我点开灯泡的照片，指着断掉的红色电线。点灯，你看，灯泡的电线是断的。朋友，我知道它是断的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点灯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灯泡的电线是焊上去的，至少要50牛顿以上的力才能把电线扯断。可是这枚灯泡的灯罩没有破损积压的痕迹，说明电线损坏不是外力造成的，而是有人拆下灯罩，徒手扯断了电线。朋友，谁？为什么？点灯，大概是画的主人吧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们现在模拟一下案件的经过，你来扮演受害人。朋友，好。点灯，首先，你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，房间里有马桶、食物和饮用水，可以满足你最基础的生存需求。犯人大部分时间不在家，你可以在这个房间里自由活动。那么你会做什么？朋友，肯定是想办法逃出去啊。点灯，是的，所以你准备写求救信，但你不会写字，而且现场也没有纸和笔，你只能用写在册纸上画画。朋友，点灯，现在你的求救信做好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要怎么把求救信送出去？朋友，有窗户吗？点灯，大概率没有，房间里唯一的出入口就是那扇由犯人控制的大门。朋友，也就是说，我想把画送出去，必须要经过犯人的手。点灯，是的。朋友，犯人怎么可能帮我把画送出去？点灯，有可能的。36计里有一计叫做瞒天过海，百度词条对这个计谋是这么解释的：利用人们司空见惯的错觉、常见不疑的心理进行伪装，把真正的企图隐藏在有意暴露的事物中，以起到出其不意的出奇制胜的目的。既然画送不出去，那就把画藏在犯人会主动送出去的物品里。LED 灯泡就是这样的物品。画的主人趁犯人不在，把画塞进 LED 灯泡里，然后扯断电线，再把灯泡装回原位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等犯人回家后，发现灯泡不亮了，他不会怀疑受害人，只会觉得灯泡是自己坏的。毕竟灯泡是消耗品，一个灯泡坏了是很正常的事情，犯人只会去买一个新的换上去，然后把旧的灯泡丢掉。紧接着，那枚藏有血画的灯泡在路边被人捡走，机缘巧合下又被你爸收了回来，然后被你拆开，最终由你看见了这2张求救信，这就是事件的全貌。听到这，朋友瞪大了眼睛，恍然大悟一样。朋友，我就知道，我一直弄不清里面的联系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有个人在等我们去救他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去报警吧。点灯，朋友，怎么了？欲言又止的。点灯，有个问题，我想确认一下。朋友，你说。点灯，你爸是从哪收来这批灯泡的？朋友，我没问。点灯，现在问一下。朋友，为什么？点灯，犯人丢掉灯泡的位置一定在他家附近，确认这个信息就能缩小搜查范围。朋友，朋友赶紧拿起手机给他爸打电话。在简单的询问过后，朋友挂断电话告诉我说，
朋友，我爸说是一个去世的老人家里收回来的。那个老人生前有囤积癖，总喜欢往家里囤东西。老人去世后，他儿子打算把房子卖了，就联系我爸把那些废品收走。这些灯泡就是那堆垃圾里发现的。点灯，这2枚灯泡都被老人捡走了。这位老人家，朋友，点灯。哎，你知道老人家的地址吗？朋友，知道。点灯，那我陪你一起去报警吧。朋友，行，走吧，老板结账。朋友打了辆出租车，目的地是老人家附近的警局。车上，朋友很高兴，仿佛儿时的阴霾终于要在今天散开一样。看着他这么开心，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，因为有些事情，我真的不忍心亲口告诉他。其实关于刚才的推理，还有非常悲观的一部分我没有说出来。我大概推断出了一些受害人的信息，比如受害人的大致年龄和性别，但我不敢说，因为受害人很可能已经死了，我不希望他从我嘴里听到这样的消息。他发给我的那张灯泡照片，灯泡的侧边缘上有标注生产年份，上面写的是2015，也就是说，这枚灯泡是2015年生产的，而那2张画上写的日期是2015年3月11日，如今是2024年，相隔了9年之多。9年前的受害人，如今真的还活着吗？另外，关于犯人的犯罪动机，我是这么推断的。朋友发现了2枚灯泡2张画，受害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弄坏2个灯泡，这会引起犯人的怀疑，所以这2张画应该是相隔了一段时间被送出来的，这就意味着受害人至少存活了几个月。受害人能2次利用灯泡传递信息，又说明了犯人不是一直在监控受害者，犯人很可能有本职工作要做，所以当犯人不在家的时候，受害人可以在监禁用的房间内自由行动。结合这2点，就可以尝试思考犯人的动机了。有了这些信息，就可以开始思考犯人的犯罪动机了。监禁犯罪最常见的4大动机分别是绑架、复仇、保护、性侵。绑架监禁是绑匪为了索要赎金而实行的短期绑架活动，受害人往往被捆绑四肢，捂住嘴巴，完全失去自由。复仇监禁是犯人为了发泄自己的怒火而实行的绑架活动。绝大多数以复仇为目的的犯人都不会让受害人的存活时间超过1个月，即便存活时间超过了1个月，受害人也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了，几乎没有实行计划的可能。这显然与之前的2个结论相悖，剩下的就只有保护监禁和性侵监禁2种可能。这里可以排除保护监禁的可能，一般会被保护监禁的都是穷人家里的疯子，因为没钱送到精神病院，又怕到处乱走会伤人，所以家里人才会把他关起来。疯子可没办法实行如此缜密的计划，所以性侵监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犯人是出于满足自己变态性欲望的目的，绑架并监禁了受害人，受害人大概率是个女性，年龄在20-30岁左右。她正在世界上的某个阴暗角落，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。2015年送出来的话，2024年才被发现。这个受害人凶多吉少，我看向朋友，希望之后他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不要太难过，至少他已经努力过了，没能救到人不是他的错。希望警方告诉他结果的时候，他可以这么想。事情的发展似乎并不如我意料的那样，应该说我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正确的，只有一件事我想错了。受害人没有死，犯人死了。晚上9点半左右，我们到警局报案，负责和我们对接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官，姓刘。他在听完我们的描述后，神情严肃，立马让和我们做了笔录，并登记了我们的身份证及联系方式。签完字后，刘警官给我们留了电话，然后就让我们离开警局了，说是有后续会联系我们。就这样，我们2个回个家。彼时我根本就猜不到事情后续的发展。第2天早上10点多钟的时候，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当年的受害人约我们见面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大脑都混乱了。什么叫受害人要和我们见面？他没死吗？朋友表示电话里也不好解释，只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让我中午12点前去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我看着手机，感觉自己的脑子转不过弯来。中午，我如期赴约，那是一家茶餐厅，他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了。桌上除了朋友外，还坐着一个很有气质、穿戴名牌的女性，看上去30出头。她见我来了，起身和我握手：“吴女士，你好，我姓吴。”点灯，你好。我们都入座后，吴女士跟服务员点了菜，然后开始了今天的对话。吴女士，今早我接到了区公安分局王队长的电话，他说有人捡到了我以前画的画，我还蛮惊喜的，因为这2张画是我2015年左右的时候画的，当时送出去一直没有消息，我还以为这2张画已经被销毁了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能再看见这2张画，这感觉真的很奇妙。朋友，哦对，吴姐，你让我把那2张画带来，我带来了。说完，朋友把2张画交给吴女士，吴女士接过画，把画放进了包里。吴女士，谢谢，我想把这2张画珍藏起来，它们是我曾经勇敢和坚强的证明。我看着吴女士的妆容，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点灯，你能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您是如何获救的？”吴女士，关于获救的手段，
和你们想的一样，通过灯泡自救。我是2015年3月的时候被绑架的，灯泡上的数字就是我被绑架的日子。犯人把我监禁在地下室里，直到2017年5月我才获救。在此期间，我通过灯泡藏画的方法，一共送出去4张画，前3张画都石沉大海了。直到第4张画被人发现后报了警，警方才把我救出来。点灯，您真的很坚强，我可以看看让您获救的那张画吗？吴女士点头，拿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翻出了那张画的照片。这张画的构图和前2张一样，材质和画法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上面的数字不是15年3月11日，而是16年4月7日。点灯，吴女士，为什么上面的数字不一样？吴女士，抱歉，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。或许这个数字对吴女士而言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吧。我没有再追问下去，而是寒暄了几句。点灯，您现在过得不错。吴女士，我是大山里的孩子，父母觉得女孩子读书浪费钱，准备让我再加个干几年农活，然后早早嫁人。我不甘心就这样过完一生，于是几年后我逃进城市，准备自己打拼。没想到在出火车站后就被那个混蛋给骗回家监禁了。被监禁的那段时光真的让人受尽煎熬，同时也让我意识到文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获救后，我开始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如你所见，我现在过得岂止不错，我过得很好。点灯，我很好奇，犯人被捕后判了几年？吴女士沉默了一会儿，喝了口茶，然后才对我说：“吴女士，犯人没有判决。”点灯，没有判决。吴女士，对，因为他死了，我杀的。我和朋友都震惊了。吴女士目光停在桌面上，不紧不慢地向我们阐述这件事。吴女士，那天她刚好在家，警方找了上来，她似乎发现了警方，于是就拿了把刀来地下室找我。她当时可能是想挟持我和警方谈判，但我当时吓坏了。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警方来了，我单纯以为他厌倦了，想要把我也杀掉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忽然求生欲爆发，从他手里抢下刀子，然后就失去理智了。警方破门而入，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已经捅了他10几刀，他死透了。吴女士越说语气越重，边说边发抖，手紧紧抓着桌子，眼神里一种凶狠的兽性在爆发。我咽了口口水，不知所措。吴女士很快回过神来，她揉了揉眼睛，然后用温柔的语气继续说：“吴女士，由于犯人已经死了，这个案子就没有移交到法院。至于我杀人这件事，法庭最后判我正当防卫，我很快就获得了自由，还有专门的心理健康帮扶，感谢国家。”我不敢再说话。朋友也开始打圆场。朋友，我看了您的朋友圈，您正在备考中级会计证对吗？您一定能成功的。吴女士，谢谢。其实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们，这2张画是从哪里找到的？朋友，我家是开废品站的，前几天有个老人家去世了，他家里囤好几吨废品，都让我爸拉回去了。这藏着画的灯泡就是那堆废品里发现的。吴女士，明白了。是这样，我刚才有说过，我一共画了4张画，现在2张画被你们找到了，1张画在警局流荡，还有1张画没找到。如果你之后找到了最后1张画，请你直接联系我，我非常想要回那张画。点灯，也是珍藏吗？吴女士，是的。朋友，好的，如果我找到一定联系您。吴女士，谢谢。之后的聊天中，吴女士接了好几通电话，她现在似乎是某个企业的小领导，公司离不开她，所以饭还没吃完，吴女士就提前离开了，走之前还买了单。剩下我们2个坐在原地感慨。朋友，吴女士获救了，真好。点灯，朋友，你看上去不太高兴。点灯，我只是没想到事情居然还有这样的发展，受害人反杀犯人。朋友，这很正常吧？如果换作是我可能1个月都撑不到，早就要和犯人同归于尽了。点灯，可能是我想多了，等你找到了最后1张画，记得也发给我看看。朋友，好，运气好的话，今天就能找到。点灯，今天。朋友，我爸拉回来的那车 LED 灯还剩下几10个没拆完呢，没准里面就有最后1张画。听到这，我觉得可能性很大。那个老人生前收集了几百个灯泡，没准里面真的有最后1张画。于是我拉着朋友回废品站，试图把最后1张画找出来。我们花了10几分钟把所有灯泡的灯罩拆开，终于在中午1点的时候拆出了最后1张画。这张画相比较前3张又有了些许不同，在那个监禁用的房间里出现了第3个人。我们2个盯着这幅画，不解。朋友，不是，这张画上怎么有3个人啊？点灯，朋友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点灯，不会吧？抱歉，我要先去确认一下。我拿出手机，起初想打电话给吴女士，但又觉得吴女士的回答太片面，于是我选择打电话给警局的刘警官。刘警官，喂。点灯，刘警官，是我。刘警官，怎么了？吴女士应该已经联系过你们了吧？点灯，是的，您为什么昨晚不告诉我们？刘警官，这个呀，这案子是我们队长办的，案子发生的时候我还在读警校呢，是今天早上我和我们队长提到这个案子，他才告诉我案子已经破了。点灯，吴女士为什么会联系我们？刘警官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知道今早我们队长在看完了2张照片后，为了严谨，特地向吴女士求证了这2张画的来源，吴女士表示画是她的，然后就跟队长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。点灯，原来如此，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。
刘警官，你问。点灯，警方当时救出吴女士的时候，现场只有吴女士和犯人吗？刘警官，为什么这么问？点灯，只是好奇。刘警官，我们队长是这么说的，现场只有吴女士和犯人的尸体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了。点灯，吴女士的口供里也没有提到其他人吗？刘警官，没有。你到底为什么问这个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点灯，没有，只是好奇，打扰了刘警官，再见。我担心刘警官追问，于是赶紧挂断电话。按照刘警官的说法，现场不存在第三个人，并且吴女士也没有提到第三个人的存在。吴女士是15年3月11日被绑架，这上面的日期是16年4月7日，13个月。13个月，说起来，中午的饭局上，吴女士在提到犯人持刀向她走来时，她当时说的是，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警方来了，我单纯以为他厌倦了，想要把我也杀掉。那句想要把我也杀掉，吴女士为什么要说也？这一刻，我的脑海中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看向朋友，说出了这么一句话。点灯，吴女士被监禁期间，可能被迫缠子了。朋友听完这句话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拿起桌上的血画，看看画面，又看看日期，脑子轰一下炸开，他支支吾吾了半天。朋友，话不能乱说啊。点灯，你看那2个日期，15年3月，16年4月，相隔13个月，足够产下一个孩子了。那第三个人很可能就是孩子，这上面的日期指的是孩子的生日。我刚才和警局确认过了，吴女士获救时，现场没有第三个人，吴女士获救后也没有告诉警方和法院第三个人的存在，但是这张画上又有第三个人的存在。明明有第三个人的存在，吴女士为什么不说出来？说明吴女士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，她肯定是被迫缠子了。之后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犯人把孩子杀了，吴女士获救后不希望别人知道，所以才一直没有提过这件事。朋友，这也太……点灯，你赶紧把吴女士约出来，我们把画当面还给她，然后我也想问问她关于孩子的事情。朋友，哦，我这就约。于是同一天，我们又把吴女士约了出来。本来以为吴女士那么忙，不太好约，但当她得知最后一张画找到的时候，她很爽快就订了包厢，让我们先过去坐下。6点多的时候，朋友闹肚子，去上了个厕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吴女士准时赴约，她火急火燎地走进包厢。吴女士，抱歉，我实在是太忙了，那张画在哪里？我拿了就走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的消费一律我来买单。我看吴女士这么急，也就没有藏着掖着。点灯，吴女士，这张画上为什么有第三个人？你被监禁的时候被迫缠子了吗？吴女士听到我的话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笑了出来。吴女士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点灯，因为警方那边说现场没有第三个人的存在，所以我就想，会不会是你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但是那个孩子死了，尸体被犯人处理掉了，或是别的什么。听完我的解释，吴女士没有生气，只是笑着告诉我，吴女士，我没生过孩子，这画上的第三个人是我的幻想。点灯，幻想。吴女士，是啊，当时我一个人被关在哪里，没有窗户，不知道时间，不知道白天黑夜，我整个人度日如年，送出去的2张画又一直没有消息，我当时的精神几乎崩溃了，然后我就得了那个什么精神分裂症，我就一直幻想周围有个人陪着我，这画上的第三个人是我幻想出来的。我目瞪口呆，完全没想过还有这种可能。点灯，原来如此，可为什么第4张画上又变成2个人了呢？吴女士，因为我意识到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如果不去努力，这一辈子都会生活在地狱里。她说话的样子阳光且坚强，让人无比敬佩。我把画交给吴女士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吴女士接过画，说了句吃好喝好，转身就走了，留下我肚子在包厢里发呆，嘴里嘟囔着，原来还有这种可能吗？我在位置上愣了好久，朋友终于回来了。点灯，吴女士已经来过了，她拿了画就走了，还让我们随便点，她买单。朋友看上去好像有什么心事。点灯，怎么了？便秘了。朋友，去你的吧。点灯，那你怎么这个表情？朋友想了想，然后慢悠悠地和我说，朋友，我刚刚看见吴女士了，她在水台那边把画给烧了。点灯，啊？朋友，真的，她把画给烧了。点灯，她不是说要把画带回去珍藏吗？还说那是她勇敢和坚强的证明。朋友，我也奇怪呀，我都没敢跟她答话。我呆住了。吴女士明明那么想要这3张画，可她为什么拿到画以后就把画烧了？难道她撒谎了？其实她恨透了这3张画，或者说她恨透了曾经那段经历。可她为什么要撒谎？我们没想清楚，又不敢去问，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是人家的私事，我们就不要过多干涉了。回到家后，我躺在床上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起初他在画上留下的数字一直都是15年3月11日，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他把数字变成了16年4月7日呢？其他事情他都愿意谈论，唯独对日期闭口不谈。还有，我很肯定，我们第一次和吴女士见面的时候，吴女士确实说过一句想要把我也杀掉。她当时确实说了也，难道只是口误吗？
正常人会在这个地方口误出一个野字吗？如果那不是口误，而是说漏嘴了，那犯人到底还杀过谁？除了画上的第三个人，还会有别的人选吗？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吴女士烧掉画的行为，那个一直没有解释的数字，还有那个野字，这3个疑点就像衣服里的碎发，时不时就扎一下我，让我坐立难安。我把那4张画按顺序进行排列，试图从中找出点什么我没看出来的东西。我盯着第3张画，关于第3张画上的第3个人，我曾经怀疑是吴女士的孩子，而吴女士则表示这是她幻想出来的人。如果这2个说法都是错误的，会不会还有第3种可能呢？我打电话约吴女士见面，但拿到了全部血画的吴女士似乎并不想赴约，电话里的她以工作为理由拒绝和我见面。既然不能见面，我就只能在电话里和吴女士交谈。点灯，吴女士，我想在电话里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。吴女士，你尽快吧。点灯，首先，我想和您借下那3张画。吴女士，抱歉，那3张画我已经收起来了，不打算外借。点灯，是吗？真可惜。那么吴女士，接下来我想和讲一个我的脑洞，希望您可以听完，是关于画上的第3个人。吴女士，根本就没有第3个人。点灯，都说是脑洞了，您就听一听吧。吴女士，行，你说吧。点灯，我猜想，犯人除了绑架您以外，可能还绑架了第2个女孩，那张血画上的第3个人是另一个被绑架女孩。吴女士，荒唐，现场没有第3个人，警方也没找到第3个人。点灯，假如曾经有过第3个人，只是他早在警方到来前的几个月就遇害了呢？吴女士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怀疑我吗？我可是受害人。我心里此时在想，没有人规定一个人不能既是受害人又是加害人，但我肯定不能这么说出来。我依旧哄着吴女士。点灯，您别激动，我说了，只是一个猜想，请您耐心听完。吴女士，快讲。点灯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犯人持刀向你走来，你以为犯人要把你也杀掉。这句话里提到了一个字，也。为什么你会说也？难道犯人在那之前已经杀过一个人了吗？假设真的是这样，那为什么你在获救后没有提起过第3个人的存在，而是对此守口如瓶？会不会是因为你也不希望警方知道第3个人的存在？你在害怕什么？是因为那个人的死和你有关吗？吴女士，胡说八道。点灯，有这么一种病，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指的是受害人在犯人长期的压迫下，失去了独立的人格，开始对犯人产生依赖及爱慕之情的一种心理疾病。吴女士，你和犯人接触的时间显然比第3个人和犯人接触的时间要长，会不会在这1年的折磨里，你认为逃生无望，所以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？当你得知犯人带了第2个女孩回来后，你产生了极度的情绪，你认为第2个女孩分走了犯人对你的关注。在之后的某天，出于某些原因，犯人要杀了那个女孩，由于你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所以在犯人动手的时候，你也加入进去，你们一起杀害了那个女孩，你成了犯人的帮凶。照这个思路继续往下，2017年的那一天，你杀害了犯人，尽管你给出的理由是以为犯人要杀自己，所以自己正当防卫了。但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，你很清楚犯人是想挟持你和警方谈判，并不是想要杀你，但是你很快又想到了一件事，如果警方顺利抓捕了犯人，那么犯人之后的口供里就会提到另一个女孩的存在，也会提到你和犯人一起杀害她的这件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就会被判刑，你已经被监禁2年了，你不能接受自己获救后再次失去自由。所以在那一刻，你为了让那件事永远成为秘密，从犯人手里抢过刀，杀死了犯人。我知道我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你可能觉得我在冒犯您，但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一种可能，希望您理解。吴女士听完我的话，深吸一口气，许久后才对我说，吴女士，我说过了，画上的第3个人是我的幻想，那个野字是我当时口误了，你没必要想那么多。点灯，万一那些是真的呢？吴女士，你怎么证明那些是真的？点灯，只要您把那3张血画交给我。吴女士，点灯，怎么了？吴女士，我没有义务交给你。点灯，恐怕你已经拿不出来了，我朋友亲眼看见你把画烧了，您为什么要撒谎说自己把画藏起来了呢？吴女士，点灯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奇怪，换做普通人经历过那些事，一定会尽可能远离那段回忆，可您居然还想要收集当时的画留作纪念。更奇怪的是，你嘴上说着要留作纪念，背地里却把画给烧了，而且是在拿到画后迫不及待就烧了。您明明那么忙，却愿意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烧一张画，为什么呢？恐怕是因为那3张画中的某一种能证明第3个人的存在。这是3张血画，据我了解，血液里的 DNA 在特定条件下能保留很久很久。会不会在第3张血画上有着另一个女孩的血？吴女士，点灯，您为什么不说话？吴女士，你的故事讲得很好，我很忙，要挂了。点灯，吴女士，您知道我现在在哪吗？吴女士，在哪？点灯，我现在在您当时被监禁的房子门口。吴女士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
点灯，按照警方的描述，当时他们把你救出来后就破了案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按照凶杀案的流程，针对现场进行提取勘查。这些年，这间民房也因为出现过监禁案而一直没有人入住，那个地下室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着原样。如果我现在报警，告诉警方这种可能，警方有没有可能在地下室里提炼出那个女孩的 DNA 呢？吴女士听到这，彻底慌了。吴女士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要钱吗？我有很多钱。点灯，我想知道真相。吴女士，请告诉我真相。当年你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成为了犯人的帮凶，一起杀害了另一个女孩吧？吴女士的心理防线被击碎，她急了，冲我尖叫。吴女士，不是我。说完，吴女士就挂了。我再尝试打过去，却发现怎么也打不通了。我看着手机，有些愣神。不是我？什么叫不是我？如今我站在犯人的家门口，看着门上的封条，不明白吴女士说的那句不是我是什么意思。我再次看向那4张血画。第3张画绘制的时候，她和第2个女孩的关系应该还不错，毕竟这个时候吴女士还在想着帮那个女孩一起逃跑。但到了第4张画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，大约是死了吧？不对，等等，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一般都是失去希望，认为自己无法摆脱犯人掌控的人。可吴女士在送出第3张画后，又绘制了第4张画，也就是说，吴女士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自救。这种行为和斯德哥尔摩患者的行为不符啊！可是吴女士刚才的反应，分明承认了什么，她甚至试图用钱贿赂我。既然如此，她又为什么要说不是我？只是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吗？我有些纳闷，这3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着这4张血画，脑海中忽然产生一个想法：如果说坚强的吴女士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那会不会是另一个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？所以吴女士最后说的那句不是我，指的也许不是帮凶，不是我，而是患上斯德尔哥摩的人不是我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原来是那个女孩吗？是那个女孩想害吴女士吗？很有可能是那个女孩患上斯德尔哥摩，她可能在某天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打算和吴女士永远留在这里。她甚至有可能把吴女士用灯泡逃跑的计划告诉犯人。吴女士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杀了女孩吗？我浑身冷战，但又想知道真相。我明白，是时候让警方介入了。我拿起手机，刚准备报警，脑海中却忽然闪过吴女士逆风生长的人生。她从大山里逃出来，对抗自己既定的人生。她好不容易来到大城市，却在出火车站后被那种变态监禁了2年半。即便有过这样的遭遇，她也依旧在获救后为了更好的人生而努力。如今的她有了知识，有了社会地位，有了财富，有了更好的人生。我真的有必要为了真相毁掉她努力得来的一切吗？说起来，吴女士有些可怕，她几乎不择手段地克服了阻碍她的一切障碍。先是那个女孩，然后是犯人。假如我的推断是真的，警方真的发现了第3个人的存在，吴女士会是什么下场？那个女孩已经死了，她的家人也许正在某个地方焦急地寻找她，可找到她又有什么用？她的家人只能以泪洗面，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尸骨在哪，并且由于犯人也死了，她的家人甚至得不到赔偿。我真的有必要为了法理的正义毁掉吴女士的一生吗？这一刻，我仿佛站在一条钢丝上，往前是法理，往后是情理，我该怎么选？就在我满心纠结，犹豫着究竟要不要报警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大喊，那声音如同一把利刃，瞬间划破了寂静的空气。我浑身一颤，立刻分辨出那是吴女士的声音。我回头，只见吴女士出现在距离我10几米的位置，她面容扭曲的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鬼，双眼布满血丝，双手紧紧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头菜刀，刀刃在昏暗的光线下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冷意。她踩着高跟鞋，发出哒哒的急促声响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极快速度向我猛冲过来。他声嘶力竭地咆哮着，那声音如同炸雷一般在空气中回荡，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无尽的怨恨与疯狂。休想毁掉我的生活！